战争对生物圈最残酷的践踏。在自然界中，动物为争夺领地会爆发短暂冲突，植物为争夺阳光水源而缓慢竞争，但所有物种都恪守一条生存铁律，绝不系统性残杀同类。唯有人类以文明之名铸造钢铁武器，将同类屠戮演化为精密计算的战争艺术。这不仅是生物圈的污点，更是文明的耻辱。以下我会阐述人类的战争如何造成了对生物圈最残酷的践踏和我们对和平的期望。一、自然法则与人类暴行的悖论。自然界的生存智慧，非洲狮群争夺领地时，战败者只需撤退即可存活。亚马逊雨林中，绞杀蝾通过数十年缓慢竞争阳光，却始终未被绞杀的树木留下繁衍种子的时间。与动物界和植物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不同，人类的战争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它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更常常受到复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驱动。自青铜时代起，人类开始专业化生产武器。春秋战国时期的割矛杀伤效率比17时代提升了300%。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现代集束炸弹的致命范围可达3.6万平方米，轻易覆盖50个标准足球场，将毁灭的尺度推向极致。当叙利亚内战中某方使用沙林毒气时，化学武器的致死率已达到了92%，这已超出生存竞争，沦为对生命尊严的践踏。二、战争吞噬的不仅是生命，更是文明传承。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从夏朝至清朝灭亡，因战争死亡人数超过 1.8 亿，相当于抹去当时全球 5% 人口。再来看一下世界大战，一战造成了1600万死亡，其中士兵死亡率达 12.5%， 二战死亡人数飙升至7000万。据联合国档案，每10秒就有一个家庭破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1945年后的局部冲突已导致5000万人死亡。冷战至今，比如在1998年至2003年的刚果战争中，每消灭一个士兵需消耗30万发子弹，却会误杀62个平民。今年3月，我在坐飞机的时候看了一部纪录片，叫《里斯本完沉没》，是一部由制片人兼导演方励与其他导演联合导演的一部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击沉的日本客货轮里斯本丸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揭开1942年东海上一场被遗忘的抉择，让我们从恶的精密计算开始。1942年东海，一艘悬挂死亡阴影的日本运输舰里斯本丸搭载着1816名英军战俘驶向未知的深渊。当美军鱼雷撕裂船体，海水无情涌入编号1的底舱时，日军却将绝望的战俘锁死其中。氧气含量在短短17分钟内从 21% 骤降至 5%， 窒息的恐惧如同无形的绞索，扼杀着生的希望。那相当于珠峰之巅1/3的稀薄空气，是死亡的预告。即使侥幸逃离沉船，漂浮在冰冷海面上的幸存者发现周遭有不少小船，然而船上却是正在撤退的日本军人，他们射杀着漂浮在海面的战俘，甚至把这当作一种射击游戏。日军机枪的无情扫射，鲜血染红了海面，生命如风中残烛，随时熄灭。一位幸存的英国战俘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彻底放弃了游上岸的想法，宁愿朝外海游，被海淹死，也不想被日本人打死。最终只有384人挣扎着活了下来，他们的记忆中刻满了死亡的冰冷和绝望。再让我们看一下善的孤注一掷，然而在黑暗的海面上，人性的微光并未完全熄灭。舟山渔民王宝荣，一位平凡的中国百姓，划着一叶破旧的木船，在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下，如同海燕般勇敢地穿梭了9次。
他将家中仅存的3只红薯，这在当时舟山饥荒时期，死亡率高达17%，足以挽救他奄奄一息幼子生命的珍贵食物，毫不犹豫地分给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异国战俘。这份朴素的善意，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3. 战争中的道德选择，没有免责的不得已。当东京审判质疑日本军官为何屠杀战俘时，他们以执行命令辩解。但纽伦堡审判早已确立原则，任何人都无权以服从命令为由践踏人性底线。正如纪录片中渔民的选择，饥饿不能剥夺恻隐之心，恐惧不应泯灭同类共情。4. 在和平年代重建对生命的敬畏。我由于眼部不适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你有干眼症，泪腺堵塞了。可是当我看到勇敢的英国战俘对在船舱底部争取生存的勇气和善良的中国渔民的无畏，那堵塞的泪腺突然打开，泪水突然奔涌。原来人类本能的悲悯才是人性最大的救赎，比任何药物更能治愈疾病。很多在电影院观看该片的观众从一开始看就在落泪，一直哭到最后。如果我们能在课堂上多讲述一次舟山渔民的故事，在议会多质问一句战争的必要性，或许就能让那些本应建造桥梁的钢铁不再被铸成子弹。5. 在战争与和平的裂隙中守护人性的微光。贸易战、关税战都有可能导致战争，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人类或许永远无法根除战争，但至少可以做出选择。当和平尚存可能时，请记住一战爆发前各国大使们37天的无效谈判，记住卢旺达大屠杀前被忽视的100份预警报告。阻止战争需要的不是圣人，而是每个普通人对煽动性口号的警惕。里斯本丸沉没纪录片的结尾展示了当年救人的木船已腐朽成泥，但打捞出的半枚铜纽扣仍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它像一颗固执的种子，提醒我们每一颗射向同类的子弹，最终都将在人类基因里刻下一道诅咒。而每一个放下武器的抉择，都将为后世多存续一片星空。如果有可能，人类一定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如果到了必不可免的地步，在战争中也要尽可能做一个好人，而不能丧失良知。愿未来没有战争，愿我们珍惜此刻呼吸着的和平的每一秒空气。